極品啊！這女人要是放在古代，绝对是那種讓君王從此不早朝的禍水。夢裡那些所謂的青樓花魁跟她一比，簡直成了庸脂俗粉。你是誰？這裡是哪兒？我叫柳如煙。沈先生，非常抱歉，我開車撞了你，讓你昏迷了整整100多天。什麼？100天？難怪我感覺體內氣息如此渾厚。難道這昏睡的100天，誤打誤撞完成了道家傳說中的100日築基？沈先生，如果不是您在雨中拼死推開那個6歲的小女孩，我可能已經成了一輩子不得安寧的殺人兇手了。真的很謝謝你。既然我幫你挽救了一條小生命，又替你背了這麼大的鍋，你是不是應該好好謝謝我？當然，沈先生，只要您開口，你想要什麼補償？最少給我這個數。你撞了我，賠錢天經地義。20萬？對，這昏迷100天的醫藥費由你全权負責，出院前再給我打20萬營養費。這康安醫院不愧是燕海首屈一指的私人醫院，2万变20萬，嘿嘿，血賺。沈先生，您知道您住的這間豪華病房每天的費用是多少嗎？1200元。就算您今天立刻出院，光是醫藥費我已經為您墊付了12萬。那又怎麼樣？你撞的我，你付医药費不是應該的嗎？這12萬都是我向閨蜜四處借来的，您覺得我現在還能憑空變出20萬現金給您嗎？不是吧，大姐，你這麼大個主治醫生，連20萬都拿不出來，你逗我呢？我2年前才剛參加工作，每個月房貸車貸加起來就要2萬多，我砸鍋賣鐵能再湊出8萬給您，已經是極限了。不過沈先生您放心，我可以給你打一張欠條，只要我以後賺到錢，一定一分不少的還給你。大姐，我現在窮的連買個白面饅頭的錢都没有了，昏迷了100天，我租的地下室早就到期被人清空了，等你賺到錢還我，我早就餓死在天橋底下了。那你的家人呢？不能聯繫他們來照顧你嗎？我是個孤兒，要不然你以為我昏迷3個多月，怎麼連個提着果籃來看我的人都沒有？不好意思，提到你的傷心事了。唉，沒什麼不好意思的，反正我現在是身無分文，沒錢吃飯也沒地方住，那我就只能勉為其難，繼續在你這豪華病房裡住下去了。我原本以為他是個奮不顧身的大英雄，沒想到竟然是個徹頭徹尾的无賴。早知道他是這副德行，當初就不該心軟把他安排進豪華病房。脾氣還挺大，不過有一說一，這女人長得是真带勁，連生起氣來都這麼驚豔。你怎麼就死了呢？這是什麼狗屁燕海第一醫院？我呸！你得給我解釋啊！您父親被送進來的時候就已經沒有生命體徵了，我已經盡了全力急救。放屁！我爸剛才進急診室之前還抓着我的手說話呢，才進去5分鐘人就沒了。你們這是推卸責任，大家都来看看啊！用医殺人了！今天必須給我個說法，不然我讓你們医院徹底關门。青姐別急，我來看看。青姐確實沒救了，通知院長吧。這老爺子的狀態不對勁，這老頭根本沒死，只是異物堵塞喉嚨引發的深度假死，只需要把東西弄出來，再刺激心脈就行。這暴發戶看起來肥得流油，正愁沒錢吃飯，這不就送上門了嗎？保安先穩住家屬，我去向院長。等等，這位先生貴姓啊？我叫董華，你他媽又是從哪個石頭縫裡蹦出來的？在下沈墨，天下第一神醫。哈哈哈，穿病号服的神医，這是從內鏡內科診室出來的吧？看着大話說的，臉都不紅。你是不是思路不清晰？趕緊回神經內口診室好好治療，別在這兒影響大家。你爹還活着？你說什麼？只要我出手，1分鐘之內就能把他從阎王爺手裡搶回來。沈墨，你瘋了嗎？老人家已經沒有呼吸和心跳了，這是醫學事實，你不要在這裡胡言亂語惹麻煩。柳醫生儀器測不出呼吸和心跳，並不代表人生機斷絕。董先生，我就問你一句，如果我救活了你家老爺子，你給多少錢？好，你要是真能把我爸救活，你想要多少我就給你多少。
1萬塊，夠我交幾個月房租，再大吃大喝一頓了。100萬沒問題，只要人活，100萬立馬轉，成交。你靠老子說的是1萬，這死胖子直接翻了100倍，有錢人的世界都這麼瘋狂嗎？成交。要幹什麼？哎呦我的妈呀，憋死我了！我靠，这真的假的？没心跳没呼吸的人一巴掌给拍活了，活死人肉白骨，这小兄弟真的是神医啊！刚才瞳孔都已经散大了，怎么可能吐个一捂就活了？他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他刚才甚至没有接触患者，就一眼看穿了那人活着。爸，太好了，爸你活过来了！什么活过来了？我就是被那破汤圆噎住了，咽不下气儿。呸！是，您说的对。那什么董先生是吧？父慈子孝的戏码待会儿再演。你刚才答应的100萬诊金，打算什么时候結一下？100萬什麼？100萬我怎麼聽不懂你在說什麼？董先生，你這是什麼意思？眼間巨窄，鼻頭帶溝，嘴角生生往下撇，好一副尖酸刻薄貪得無厭的面相，敢欠我龍虎山天師的錢，膽子夠肥的啊你！碰巧瞎貓碰上死耗子，救了我爸，我很感激。但是张口就是100萬，我可拿不出來，這也太无賴了吧！看他穿的人模狗樣的，原來是個過河拆橋的混賬東西。我聽到了，你剛才明明說只要這位先生能救活你父親，要多少你給多少，100萬沒問題。關你什麼事？老子還沒找你們醫院算賬呢，我爸明明活得好好的，你們這幫庸醫居然下達死亡停職單。要不是這小子瞎貓碰上死耗子，我爸是不是就得被你們活活推進火化堂燒了？你們今天必須給我個交代，不然咱們法庭上見。你血口噴人！行了，錢我不要了，秦醫生的事兒你也不要追究了。你覺得怎麼樣？同意。你醫術是不錯，識時務者為俊傑，我對你還是很佩服的。您是這個？我沈墨自認臉皮已經夠厚了，但跟您一比，簡直是小巫見大巫。什麼叫強中自有強中手？不要臉中還有不要臉。今天我算是徹底領教。小子，你是不是想找茬？我只是覺得咱倆挺投緣，今天相見一場，我免費送你一句話。什麼話？你的心臟出了大問題，估計再過1個小時就會徹底發作。這種要命的心臟病我能治，到時候西醫束手無策，只有中醫能救。哼，說到底不就是想變？對啊，就是要錢，而且這次我不多要，你拿10萬塊現金來，我救你。這家伙印堂發黑，最近財運極差，幹什麼賠什麼。10萬塊估計能要他半條命。敢跟我耍無賴，自古以來得罪術法師的有幾個好下場？哼，好，我今天就不走了，我就在這兒等1個小時，看看我這心臟病到底是怎麼發作的。那我勸你先把棺材本準備好，這次見不到錢，天王老子來了我也不治。哼。什麼東西，敢跟老子玩過河拆橋這套？真當我還是以前那個任人揉捏的軟柿子嗎？122年的修道生涯，以前的我面對柳如煙這種級別的女神，恐怕連頭都不敢抬，說話都要結巴。可現在，呵呵，不僅敢跟她談條件，還能毫無顧忌地調戲她，這就是龍虎山天生的底氣。如煙，你負責的那個沈墨什麼時候醒的？剛醒不到半個小時。太好了，他既然醒了，再做個全面檢查，要是沒事兒，你這懸着的心總算能放下了，就不用被處分了，是更麻煩了才對。青姐，你不知道，這個人根本就是個臭無賴。無賴能把死人救活，
別開玩笑了，要不是他今天出手，我的職業生涯就徹底毀了。我還得好好謝謝人家呢。青姐，你最好離他遠點，不要跟他扯上關係啊。這人倒是挺有意思的。不要你說，他到底是怎麼看出那个老爺子沒死，是假死的？可能當時老爺子的呼吸和心跳微弱到了連儀器都無法捕捉的程度。沈墨應該是懂一些傳統的急救手法，通過強烈的穴位刺激逼出了外物，這才讓老爺子醒了過來。至於他到底是怎麼一眼看穿的，等忙完這陣兒，我親自去問他。馬上就到飯點了，走吧，今天我請客，我去食堂給他打份好菜，算是感謝他的救命之恩。好，我們一起。如煙，你剛才有沒有看到他眼睛裡好像冒金光了？眼花了吧？是不是窗外的反光？哎呦喂，這是給我送的午飯，香啊！沈先生，你慢點吃，今天真是太感謝你了，幫我解了那麼大的圍，要不然我就犯大錯誤了。這頓飯算我請的。客氣客氣，不用謝我，我純粹是為了賺那個死胖子錢，順手而已。就算是順手，這份人情我也得領。謝了。你看看人家秦醫生多有人情味，再看看你，居然連20萬的營養費都想賴賬，簡直開國際玩笑。我再說一遍，我沒說不給，只是暫時欠着。哼，欠着？大姐你不給錢，我就租不了房，吃不上飯。你想讓我去大街上喝西北風啊？你不是號稱自己是天下第一神醫嗎？如果你真有本事，這20萬算什麼？沒辦法，我懸梁刺股苦讀2年，好不容易把中醫資格證和心理學資格證都考下來了，正準備大展宏圖，走向人生巔峰呢，出門就被你一腳油門給撞飛了。你說我這流年得多不利？我才是流年不利，那天急着回來做手術，誰知道會遇到你這倒霉事兒。我師父以前給我算過，說我今年命犯桃花，你這一撞，剛好撞進我懷裡，說明咱倆有緣啊！說不定咱們以後，你懂的。做你的春秋大夢去吧，沈先生，我勸你別打我們如煙的主意了。追我們如煙的富二代和青年才俊，能從青石街一直排到宏達廣場，你呀沒戲。青姐別理他，越說他越來勁兒。你到底是用了什麼手段，看出那個老爺子沒死的？人死如燈滅，燈滅了，自然毫無生氣。但剛才那個老爺子，我望診發現他蒼白的面色，心脈區域還有那麼一丁點紅潤之氣，這說明他不是真死，是假死。那你又是怎麼救活他的？很簡單啊，用力拍擊靈庭穴，刺激心臟復甦，把他喉嚨裡的湯圓頂出去，自然就萬事大吉了。厲害啊，假死狀態，連儀器都測不出來，竟然敢直接動手，膽子真夠大的。膽子不大，怎麼當天下第一神醫？醫術是不錯，可惜棋差一招，最後還不是被人耍了，1分錢都沒掏出來。那是我沒跟他計較。你也太小看我了，我堂堂一代神醫，如果連一個大腹翩翩的暴發戶都收拾不了，以後還怎麼在江湖上混？說得好，你的意思是董華的心臟真的有問題？不僅有問題，還是大問題。西醫根本束手無策，只有我能救他。哼，故弄玄虛，做夢吧你！柳醫生，既然你不信，敢不敢跟我打個賭？賭什麼？如果那個叫董華的家伙待會兒真的回來求我治病，你就得收留我，讓我在你家白吃白住3個月，不付1分錢房租。至於你欠我的那20萬，可以寬限你3年還清。怎麼樣？那要是他沒來呢？那說明我沈墨是個只會吹牛的廢物。我明天中午立刻出院，滾蛋！你撞我的事兒，咱們一筆勾銷。20萬，我1分不要。好，口說無憑。那就立字為據，簽字按手印。丫的，這女人笑起來真是要命的紅顏禍水啊！看
什麼看？你不看我怎么知道我在看你？再说了，你長這麼漂亮，不就是讓人欣賞的嗎？厚臉皮。錯，比起那個說話當放屁的董胖子，我這臉皮簡直薄如蟬衣，好嗎？切，你們倆太逗了。咦，這聲音有點耳熟，好像是沈神医在吗？是董华。我说什麼來着？柳大美女，我就知道你早就看上我了，這才故意搞出一份對賭協議，變着法的想跟我同居。哎，你呀，真是一點都不矜持。少在這自作多情，就算是董華發病了，也不見得他就是拉下臉來求你治病的。行啊，那就拭目以待嘍。哎呦，心口疼，說1個小時就1個小時，1分不多1分不少，真發作了。這也太邪門了！難道這穿病號服的年輕人真是個活神仙？沈神医，救命！董先生，您到底怎么了？我的心口疼，就像是有几萬隻螞蟻在裡面死命啃一樣，疼死我了。你之前有沒有心臟痛之類的病史？沒，從來沒有，我心臟好得很啊。那不行，這情況太危急了，我們先去推個車，帶你去做個全面檢查。不，我不去。沈神醫，求求你幫我治一下吧，我快挺不住了。別介啊，董先生，我看你還是去拍個片，讓西醫給你好好查查，興許用不到2萬塊就把你這病治好了呢。讓我治那可是要10萬塊的，你這麼精打細算的人，多虧呀。求你救我，我給錢，我代購10萬塊了。不見兔子不撒鷹，規矩不能壞。我手機裡有，現在就轉。我手機呢？你原來的手機車禍時摔碎了，我給你買了個新的來。行，轉賬吧。董老闆，先打錢後治病，童叟無欺。收款到賬10萬元整。柳醫生，3個月的免費同居，我贏了。少廢話，拿了錢就趕緊把人治好。得嘞，我有個針帶，你見着沒？黑色的，在裡面。哇，好漂亮！這些金針的做工絕對是出自古法大師之手，價值連城。他哪來這種寶貝？靠，真是夠胖的，找個穴位都得撥開3層油。董老闆，你可以說話了，現在感覺怎麼樣？不疼了。簡直是從未有過的舒服，神醫真是神醫啊！拿人錢財與人消災，除了心臟問題，你體內還有極重的陰寒之氣。陰寒之氣，這也能看出來。手冷腳冷，是不是經常拉肚子？對，神醫您太神了！為了對得起這10萬塊，我今天發善心，附贈個排毒療程。好的，謝謝沈神醫。快，立刻去廁所，排出你體內的寒氣，晚了就會控制不住，失態了。別跑太快，摔了可不包賠啊！哎，怎麼樣？是不是感覺身體輕得能飛起來了？對，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年輕了10歲。沈先生您真是太厲害了，低調，天下第一神醫，實至名歸啊！畢竟收了你10萬，總不能讓你虧本。回去之後管住嘴，邁開腿，最少減個30斤。是，我一定減。順手幫我把垃圾扔了，你可以圓潤的離開了。哎，謝謝沈先生，我這就去。去吧。我靠，這也太神了吧！這倆人不會是在合夥唱雙簧吧？哪有大老闆花10萬塊錢挨扎，還樂呵呵給人倒垃圾的？說不定真是活神仙呢。人家老爹剛才差點都咽氣了，誰拿親爹的命唱雙簧？難道這年輕人真的是隱世神醫？就是，我親眼看見老爺子活過來的。柳大美女，那個死胖子已經求着我治病了，白紙黑字，好像是我贏了。賺了10萬塊錢，還能把人折騰得半死，最後又讓人家感恩戴德，歡天喜地的離開。沈墨，你可真是好手段哦。我聽不懂這話什麼意思。他的心臟真有病嗎？西醫的各種精密儀器都查不出來的急症，你隔空看一眼就能斷定發作時間，還能用一根金針在5分鐘內治好。哪怕是燕都那些國手御醫都做不到。你不要把所有人都當成傻子。你分明是用了某種不知名的旁門左道，暗中讓董華的心臟出了問題，然後自己再跳出來充好人。一來出了惡氣，二來賺了10萬塊，一舉兩得。我沒說錯吧？柳醫生想象力真豐富。靠，不都說漂亮的女人是胸大無腦嗎？這女人不僅本錢雄厚，腦子轉得也這麼快，竟然把我的套路猜了個8、9不離10。柳醫生真是冰雪聰明，但不管我是怎麼贏的，協議上簽了字，按了手印兒，反正你輸了。柳醫生，從明天開始，我們可就要同居了。你真不要臉。按照網絡小說的套路，咱們倆剛開始一起，肯定會有各種各樣的矛盾，然後你會在日常相處中發現我隱藏的無數閃光點，然後徹底愛上我，最後我們攜手步入婚姻的殿堂，過上了沒羞沒臊的幸福生活。這劇情簡直就是男女主角的完美標配啊！你做夢！就算全天下的男人都死光了，我也絕對不會看上你這個無賴。夢總是要做的嘛。
別把話說得太滿，那些網絡小說裡的傲嬌女主角，起初可都是這麼說的。這就是傳說中的真香定律。青姐，我们走。跟這種人多說一句話都是浪費口水。哎，等等，我什麼時候辦出院手續啊？我趕着搬去你家呢。不行，我今天下午會給你安排全套台體，確認你腦子沒病，身體沒問題後才能出院。查就查唄，反正我身體倍兒棒。哦，搞這麼複雜呀？我就知道柳醫生心裡還是關心我的。滾！碰到這麼個混蛋，真是氣死我了！我剛才真想用手術刀把他的嘴給縫上。我倒是覺得這人挺有意思的，而且他膽子大，醫術高，長得嘛收拾收拾還挺帥，跟你挺登對的呀。青姐，你沒搞錯吧？你讓我跟那個無賴登對？我寧願單身一輩子。如煙，自從2年前你來到咱們醫院，給所有人的印象就是高冷，不管面對什麼樣的疑難雜症，還是面對那些豪門大少的瘋狂追求，你都冷靜的有些過分，像個不食人間煙火的冰山美人。可是今天面对這個沈墨，你卻出現了這麼強烈的情緒變動，甚至還被他氣得失態大吼，這反而讓我覺得你也是個活生生的小女孩。不，我只是沒想到一個人可以不要臉到這種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你不能否認，拋開性格不談，這個人的醫術非常可怕。不說別的，光是他那一手飛針刺穴，用那種又軟又細的古法金針，毫無阻礙地刺入董華們藥穴，這就絕對不是一般的中醫能做到的。這等指力和任穴的功夫，簡直神乎其技。我承認，他的確有些門道，到現在我也沒想明白，如果董華真的是被他做了手腳，他到底是怎麼在眾目睽睽之下隔空讓董華的心臟出問題的？這根本違背了現代醫學的常識。那對賭協議的事兒，你接下來打算怎麼辦？真要領個男人回家同居啊？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辦了。當時只想着戳穿他，哪知道他真把人治好了。要不然你破財消災，在外面給他租個單身公寓。你覺得以他那種死皮賴臉的性格會同意嗎？不會，好不容易有機會賴上你這樣的絕世大美女，換成是我，打死我也不同意搬出去。唉，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的大部分检查結果都顯示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我現在壯的能打死一頭牛。柳醫生，你能不能大發慈悲給我來點肉？你既然自稱是神醫，就應該知道大病初醒，吃清淡點對腸胃有好處。屁的好處！我現在就要出院，去外面大吃一頓。我是你的主治醫生，我說了算。如果你不遵醫囑強行私自出院，那麼這昏迷100天就由你自己全額承包。結賬去吧。其實吧，對我們修道中人來說，青菜豆腐就是天地間最純粹的珍饈美味。我這輩子最喜歡吃的就是水煮青菜了，真香。算你识相，那你就慢慢享用你的珍饈美味吧。我今天值夜班，要去查房了。柳醫生慢走，柳醫生辛苦。12万，你就是把我賣了也凑不出個零頭。吃草不存在的。來份肯德基全家桶加2個漢堡。哎呦，老爺子您沒事吧？本來覺得病房太悶，出來透透抽氣溜溜彎。哎，沒想到腳下一滑，把腳踝給扭了。哎，看來我是不服老不行了。老爺子，生理年齡那是自然規律，但心理年齡必須永遠保持18歲，這叫人老心不老。說得好，小伙子挺通透啊。老爺子，您在哪一個病房？我扶您回去。2106號房。這麼巧，就在樓上。我在2015號。你就是那個為了救馬路上的小女孩被車撞飛昏迷了3個多月的年輕人？小事小事，老爺子消息挺靈通啊，我都感覺自己渾身閃爍着偉大的光輝了。拿自己的命去換別人的命，絕對配得上偉大這2個字。那我就厚着臉皮收下您的誇獎了。走，我先送您回去。老爺子您坐着，我幫您去按鈴叫醫生。不用麻煩了，這點輕微扭傷對老頭子我來說不算什麼事。想當年在戰場上中彈，我都一聲沒哼，現在這扭傷我都感覺不到疼了。感覺不到疼并不代表萬事大吉，傷了筋脈，如果淤血堵塞，以後可是要落下病根的。這樣吧，老爺子，您要是信得過我，我給您看看。哦，小伙子，你也是醫生？算是吧，而且醫術還湊合。小伙子，剛才在走廊你說你算是醫生，什麼叫算是？我其實是個道士，醫術只是順手學的。道士街邊擺攤能算會算的那種，算命嘛，多多少少也會點。哼，小伙子，
我看你见義勇為，還以為你是個大好青年，做人還是腳踏實地比較好。年紀輕輕學什麼不好？學人家坑蒙拐騙。徐老，自我介紹一下，我叫沈墨，不是打着看相名義來騙您錢的騙子。我們玄門一脈傳承千年，自然有其存在的道理。既然您老骨子裡就覺得算命等於騙人，那咱們話不投機半句多，告辭。等等，今天下午醫院裡傳得沸沸揚揚，說有個穿病號服的年輕人一巴掌拍活了一個被醫生下達死亡停職單的老頭。那個人不會就是你吧？正是，區區在下。你既然有起死回生這麼好的醫術，何必再去算命騙人？徐老，我再說一遍，外面那些江湖騙子代表不了我們玄门正宗，一卦2000。既然您老不信，敢不敢讓我給您算一卦？若是我算錯半點，我倒賠您2000。呵呵，好，夠狂！老夫就看看你這狐狸尾巴怎麼露出来。徐老，有護士說您在走廊扭着腳了，我来看看。沈墨，你怎麼在這裡？給徐老上一課，给徐老上一課。上課？你一個病客給老將軍上課？柳醫生，你來的正好，給我做個見證。這小子大言不惭要給我算命呢。我的家庭情況你沒跟他說過吧？絕對沒有，病人的隱私我們是嚴格保密的。好，小沈，我也不欺負你，不問你虛無縹緲的未來，你就來算算，老夫這輩子有幾個孩子？額頭高亮，鼻梁挺直，眉毛濃密規則，妥妥的多子多孫、福肉雙全之相。不過，您原本命中該有3男2女，可惜第一胎大兒子和大女兒沒能保住，早夭了，所以您現在膝下是2男1女。你怎麼知道？當年第一胎是一對龍鳳胎，臨產大出血，孩子沒保住，這是我和老伴兒一輩子的痛。這件事連現在的3個孩子都不知道，這小子竟然一眼就被看穿了。成會2000。最近手头緊，多謝徐老慷慨解囊。沒其他事的話，我先撤了。少給我用欲擒故縱這一招。坐下，我們繼續。這老頭還挺上道。徐老想算什麼？我那2個兒子1個女兒現在都是幹什麼的？大兒子性格沉穩，走的是仕途，官威很重，級別不小。二兒子性格跳脫，年輕時沒少給您惹禍，現在從商是個大老板，身價起碼一個小目標起步。至於您的女兒，面帶清貴之氣，應該是位頂尖的科研工作者，為國家做出了大貢獻。徐老，一門3傑，教育有方啊！你小子不会是早就暗中調查過我吧？大爺，我被車撞飛，昏迷了100多天，今天上午剛醒，下午被這位柳醫生壓着做了一整套全身檢查，晚上8點才放出來。我上哪兒調查您去？再說了，你女兒那種級別的國寶級科學家，是我一個平頭百姓能查得到的。這倒也是。別廢話，給錢。第3個問題，等等，規矩不能破。我一天只算3卦，這是最後一卦了，您老最好想清楚再問。少廢話，你就給我算算我有幾個孫子孫女。這太簡單了，大兒子給您生了1兒1女，湊了個好字。哦，二兒子給您生了2個孫子。哈哈哈哈！小沈啊，小沈，你算錯了，我二兒子只有1個獨生子。趕緊的，按照規矩賠我2000塊。我就說嘛，怎麼可能有人什麼都能算準？原來是個半吊子。徐老，我都說了，您二兒子性格跳脫，又是個富豪，身邊狂蜂浪蝶無數，您就那麼確定他真的只有1個兒子？你的意思是，他在外面還有1個私生子？從您的子女宫反饋來看，那個在外的孩子今年應該剛好5歲。我憑什麼信你？開免提，打個電話炸他一下，事情不就真相大白了嗎？就這麼辦。喂，爸，這麼晚了，您身體出什麼狀況了嗎？我沒事，你現在說話方便吗？方便，我周圍沒人，您說。一個不爭氣的混球，竟然敢在外面胡鬧，連私生子都搞出來了，你簡直是把我這張老臉給丟盡了。這老頭不愧是大佬，這炸人的演技，這氣勢絕了。爸，你瞎說什麼呢？什麼私生子啊？少跟我扯淡！孩子都5岁了，我这個當爺爺的今天才知道，你這辦的是什麼事兒？我問你，你將來怎麼向你老婆孩子交代？爸，您是怎麼知道的？靠！收款2000元。哼，徐老，3卦結束，您輸了。小沈，這個世界上難道真的存在相術？若是不存在，為什麼周易會被稱為夏國群經之首、大道之源？徐老，世界萬物的背後都有它永恆不變的規則，
只要掌握這種規則，那你就是神。你掌握了。徐老，您別聽他忽悠。您覺得一個掌握萬物規則的神，能窮得連個盒飯都吃起，還要不顧分寸的待在別人家裡嗎？柳大美女，我不過是要去你那裡借住一陣子而已，用不着這麼針對我吧？年輕真好呀。徐老，你誤會了，我跟他絕對不是。徐老果然是目光如炬。愛情這種東西真的是非常奇特，有的人相處一輩子都擦不出火花，而有的人只是初見就知道對方是自己要找的人，而我和如烟就是後者，一見鍾情。沈墨，你還要臉嗎？為了愛情，臉算什麼？徐老，我還有事儿，先走一步。沈墨，你知道刚才那位徐老究竟是什麼人吗？知道啊，烟海退休的資深老首长嘛。你既然知道他的身份，怎麼還敢去坑他的？你不要命了？柳医生，你这是用詞不當。我算命他給錢，明碼標價，能用坑來形容嗎？再說了，中將又能怎樣？自建國以來，中將以上的將軍少說也有2000人，而我沈墨堂堂玄門天師，1000年以來也就張三豐、劉伯溫等区幾位能夠與我相提並論。相比之下，我的身份更加尊貴。好一位尊貴的天師大人，那您能當場抓個鬼給我看看嗎？沒文化，所謂的鬼神之說，不過是古代那些道家高人為了提高自己的身份地位，在普通人面前搞出來的把戲而已。你的意思是，世界上根本沒有鬼？當然沒有，如果真有鬼，天下早就大亂了。古人說的鬼，實際上是陰煞之氣。人體有陰陽2氣，兩者平衡人就健康。一旦陰煞之氣入體，打破平衡就會生病。陽氣過盛也是一樣。那為什麼網上那麼多人信誓旦旦說自己見到鬼了？煞氣侵襲了大腦神經，大腦就會自動生成他們平日裡想象中惡鬼的模樣。說白了就是精神受刺激產生的幻覺。原來如此。在我們修煉有成的術法師眼中，不管是王侯將相，還是販夫走婦，沒有任何區別，因為他們都是凡人，而我們已經超脫了世俗。咦，這是誰掉的1000塊錢？哪兒呢？1000塊在哪兒？沈墨，你還真是超脫了世俗啊！你懂什麼？我們道家修煉講究財、法、地、履4大要素，那都是為了更崇高的修煉。明白明白，天師大人，你好好休息吧，明天早上我給你辦理出院。早上7點了，打坐一會兒，忽然過去了8個小時，這逍遙津果然厲害。奇蹟呀！昏迷了100天，蘇醒之後各項體質竟然比普通人還要強得多，這還真是一件怪事情。小伙子，你是不是從小練過什麼功夫？老先生好眼力，實不相瞞，純以功夫論，我應該是天下無敵。這家伙又在吹牛了。好，好，好，這位天下第一高手，老朽恭喜你，今天你可以正式出院了。那就多謝前輩了。少俠不必客氣。徐老，我這都準備拿鋪蓋卷走人了，您找我還有事兒？這是我二兒子徐海，他這人做事毛躁，一直不放心。昨天見識了你的真本事，厚着臉皮想請你給他看個相，算一卦。喲，徐老，您老人家戎馬一生，不是最不信這些封建迷信的嗎？我不是死心眼兒，你昨天能算得那麼準，我就想看看他最近會不會捅出什麼大簍子。小子，你用那些江湖下三濫的手段，騙得我爸可騙不了我。老實交代，你是去哪兒找的私家偵查，查出我在外面有兒子的？混賬東西，给我閉上你的臭嘴！爸，這小子頂多20出頭，怎麼可能有您說的那麼神？您絕對是老糊塗被他給忽悠了。徐總，您未免也太看得起自己了。我設局騙個退休中將，就為了區6000塊，我的出場費很貴的。6000只是你的誘饵，一旦我爸徹底信了你這神棍，那接下來恐怕就不是6000了。你說的對，所以想讓我給你看相，起步價10萬。爸，您聽到了吧？狐狸尾巴露出來了吧？他自己都承認了。我讓你閉嘴！小沈，10萬一卦，這是為什麼？徐老，人的命數瞬息萬變，天機不可盡析。但像徐總這樣死氣罩頂，即將大禍臨頭的明顯劫數，我還是能看清的。信我就給10萬，不信就當我剛才放了個屁。門在那邊，好走不送。要是我給了10萬，你拿錢跑路了呢？那只能說明你們父子倆眼光不行，活該倒霉。你找死！信不信我一句話讓你在燕海消失？徐海，這裡沒你放肆的份兒。小沈，這10萬我來付。晚了，現在20萬。
還敢坐地起價！老子今天非废了你！你给老子闭嘴！小沈，20万我给。爸，我让你现在立刻马上给他转20万，不转你明天就给我滚出许家！徐总别摆出一副委屈样，若不是看在徐老昨天替我解围的面子上，你就是跪在地上给我2000万，我都懒得多看你一眼。小沈，別理他個混賬，你直說他到底遇到了什麼劫數？如果我算的沒錯，徐總最近是不是承接了一個市政大工程？啊？是堰海的龍門大橋項目，主體已經完工，再有半個月就要剪彩竣工了。哼，竣工？你一個豆腐渣工程還想剪彩竣工？你開什麼國際玩笑？小沈，你的意思是龍門大橋的施工有嚴重的質量問題？你少在這裡血口噴人！我徐海雖然平時混賬，但在這種要命的民生工程上，絕對不可能偷工減料。你不會做，難道你手下的人就不會做？在幾千萬的暴利面前，你以為誰都能守住底線？不可能！建造龍門大橋的項目總負責人是小慧的大哥，都是自家人，他根本不缺錢，絕不可能坑我。小慧就是你在外面養的那個？爸，您別說的那麼難聽，她好歹是您小孫子的親媽。徐總啊，徐總，被女人把腦子吸乾了吧？你現在立刻去市面上找幾家最靠譜的第三方檢測機構，去龍門大橋現場打核心鑽孔取樣化驗，大橋到底達不達標，2個小時之內就能見分曉。好，如果是你在這裝神弄鬼胡說八道呢？我不僅把這20萬全款退給你，再倒貼你10萬。如果檢測結果如我所料，徐總麻煩你再轉我10萬。沒問題，小沈，你跟我交個底，你到底有多大的把握？100%。徐老，這才哪到哪兒？那個大舅子只是個蠢貨，徐總也不過是這盤棋裡的一枚棋子，整個事件的背後另一位高人在做局。徐老，您是不是老糊塗了？您千萬別忘了，您那位正在審理關鍵期的大領導才是你們徐家真正的核心。龍門大橋如果這個時候暴雷坍塌，首當其衝的就是身為市級負責人的老大徐江。政敵這是要釜底抽薪，把我們許家連根拔起，不死不休啊！小沈，您能算出來背後做局的到底是誰嗎？徐老，我只是個算命的道士，又不是無所不能的神仙。涉及到這種廟堂之高的神仙打架，我哪能算得出來？小沈，不管接下來的事怎麼發展，我們許家都欠了你一個天大的人情。別，我算命，你兒子給錢，錢貨兩清，不存在誰欠誰，只要你們覺得這20萬花得值就行。走了。高人，這才是真正的高人啊！你這身材到底是怎麼長的？真特麼漂亮！大羅神仙下凡，估計都得被你迷暈。你誇女人的詞彙還真是清麗脫俗啊！嘿嘿，抱歉，從小沒上過學，主打一個真誠。用腳趾頭想都知道是這女人的狂熱追求者，老子可不想剛出院就惹一身糟。哎呀，我突然有點尿急，想回去借個洗手間。晚了，想去哪？大姐，你拿我當擋箭牌啊？既然你要白住我的房子，就必須幫我把這些蒼蠅趕走，要不然咱們各走更路。你今天睡大街去。柳如煙，你夠狠！最毒婦人心，聽說過嗎？行，很多言情小說裡，女主角隨便抓個男人當假男友，最後可都假戲真做，你就不怕把自己搭進去？你如果有讓我愛上你的魅力，我不介意假戏真做。好，既然如此，那就別怪我先收點利息了。這特貓的是從哪兒冒出來的野男人？如煙，好久不見。沈先生，我已經說過很多次了，請叫我蘇醫生，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誤會。我是沈氏集團的沈棟，請問這位先生貴姓？免貴，姓沈。哈哈，如煙一直說她有男朋友，我原以為只是拒絕我的借口，沒想到竟然是真的找了這麼一位奇人。沈先生，我想你真的是誤會了。沈墨，你在瞎說什麼呢？如煙，我知道你喜歡我，你為了追求我付出了很多，但是請你再多給我一點時間好嗎？因為我真的無法確定我對你到底你是什麼感情。什麼鬼？我的冰山女神在瘋狂倒貼追求這個窮屌絲。沈墨，不管怎麼樣，我這輩子跟定你了，你趕不走我的。他竟然還不情不願，短劇都不敢這麼拍啊！如煙，放棄吧，我就是個沒有心的絕世大渣男，我不可能為了你這一棵樹放棄外面那一整片森林的。只要能留在你身邊，我什麼都不介意。最近這段時間你就住在我那裡，讓我照顧你好嗎？我沒錢沒勢，真不知道你看上了我哪一點。我不在乎你有沒有錢，我只喜歡你這個人。行吧行吧，那我們就先同居一段時間試試，若是不合適我們就分手。好，我一定努力。如煙，你真的要跟他同居？當然，
沈先生非常感謝您的厚愛，但我們之間真的不合適。石墨哥哥，我們走吧。好嘞。给我查查一个叫沈墨的底细。戏演完了，你还打算搂到什么时候？天荒地老，海枯石烂。那你还是去地底下对別的女人說吧。哎呦我操！柳如煙，你壓的也太狠了，腳趾頭都給我踩斷了。哎呦！謝謝誇獎。柳大美女，我不明白，你這麼個嬌滴滴的絕世大美女，不買那種拉風的小跑車，怎麼弄了輛5米多長的大路虎？跟你這氣質不搭呀。那你覺得什麼車跟我搭？賓利、保時捷、瑪莎拉蒂啊，香車配美女嘛。跑車的空間和安全性比路虎強嗎？那肯定是遠遠不如。這就是我不買他們的原因。我是醫生，買車最注重的是安全和實用。果然夠英明。我現在算明白了，你工資那麼高，為什麼連20萬都拿不出來了？是不是全還着大路虎的車貸了？還有房租。大美女剛可是紅燈呢。停車，快停車！一驚一乍的，怎麼了？我要去那裡。怎麼了？哼，尖角煞，難怪這診所開不下去要出租呢。原來是被尖角煞破了風水，擋了財路。那你還租？當然租，區一個尖角煞，我有無數種方法能化解。這診所面積大，地段好，租金可不便宜。哥現在是有錢人，不差錢。兩位是來租房的嗎？沒錯，什麼價？2年30萬，一分不還。大哥，你這面積和位置，1年15萬倒也不貴，但我不明白為什麼要強制一租2年。我從房東那兒一口氣租了4年，現在還剩2年零3個月，那3個月算我白送你的。原來如此，這樣湊個吉利數，28萬。我已經說過了，不還價，一點都不讓。不讓。那我走了。不送。行吧，大哥，你贏了。你真要租啊？30萬，2年零3個月，這波我不虧，簽合同吧。什麼時候付款？現在。喂，你不再去看看其他房子了嗎？怎麼這麼草率？千金難買我喜歡，希望你不要後悔。我沈墨決定的事，從不後悔。從今天開始，我沈墨終於要大展宏圖了。真是個傻子，這可是200平方，你連看都不看仔細就掏錢了，簡直是兒戲。你才傻呢！200平的面積，3個獨立診室，精裝修，2年30萬，簡直白菜價。你哪來這麼多錢？今早給徐老的兒子徐海算了一卦，賺了20萬，加上昨天贏的10萬，剛好湊夠租金。沈墨，你還真是厲害啊！連徐老和他兒子都被你給忽悠了。什麼叫忽悠？我這是憑真本事賺錢。看到沒？徐海又給我打來了10萬，這說明什麼？說明我算準了，他輸得心服口服。你到底給他算了些什麼？想知道啊？不想。啊？你在這大展宏圖吧，我走了。等等我，柳如煙，你想甩下我沒門兒？檢測結果出來了，沈墨算的一點都沒錯。那大橋就是個徹頭徹尾的豆腐渣工程，所有的核心材料全被換了，一旦通車，用不了1年就會全部坍塌。相關人員都扣下了嗎？大到項目負責人，小到包工頭，全都扣下了。你那個大舅哥呢？也抓起來了。爸，現在怎麼辦啊？按照跟他們簽的協議，工期就剩1個月了，我要是交不了，差1分錢賺不到不說，還要賠5000萬違約金啊！這都什麼時候了，你腦子裡還在想着錢？我告訴你，許家現在已經到了生死存亡的關頭，他們就算是砸鍋賣鐵，也得把這事情搞定，否則你大哥都會被你這破事連累。爸，那您說，我現在該怎麼辦？報警，立刻報警！該抓的抓，該賠的賠。你必須讓外界知道，
你徐海是被蒙蔽的，不是故意搞豆腐渣工程。只有如此断尾求生，才能保住许家的名声。那我的建筑公司彻底完了，公司完蛋，总比让你去蹲大牢，让你哥丢官要强。我告诉你，在你走后，小陈又向我泄露了天机。他说这事情的背后不简单，对方的目标根本不是你，而是你大哥，明白吗？我知道了。爸，你是怎么认识沈墨的？他这未免也太神了吧！他连你在外面有私生子的事儿都算出来了，能不神吗？以后见到他，你必须要尊敬有加。这么厉害的人，若是放在古代，那就是国师，连皇帝都会对他以礼相待。您放心，我会跟他搞好关系的。爸，我这就去给大哥打電話，盡快處理好這個事情。您原本命中該有3男2女，二兒子在外面有個5歲私生子。4次算命全都精準無比，沈墨的強大和神秘幾乎打碎了我以往所有的認知。難道冥冥之中真的有命運存在嗎？